今天过来就是说，我们这次这个纪录片已经剪完了嘛，我也是第一次观看，所以今天我们来录一期关于我自己第一次演唱会纪录片的 reaction。这个是我第一个，就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次演唱会嘛，然后记录了其实从刚开始筹备，然后排练以及正式演出之后的所有的经历嘛。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事情。回望一下我这段时间都经历了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很兴奋的事情。哎，开始了。这是哪一场？这是南京场吗？其实我会谈的演唱会就是一个缘起。哇，好久，隔好远啊，感觉。天哪！哎，小蓝毛时期。人们常说只有7到1季，就像是大家来看演唱会，总觉得这样时间过得非常快，一眨眼结束了。其实7秒1季可以足够记住很多的事情，包括在演唱会上发生的变化。所以我才想把这次纪录片的名字叫做《缘起而行》。哇哦！再看到那个关于视频里头的演唱会现场的那个，感觉很感叹，好像是隔了很远很久之前的事情，有点不真实啊。这个头发这么……没事。大家好。我小的时候17、18岁的时候，在那个阶段，大家都是很产物，站在更大的舞台，被更多的人喜欢。还好啊！不要搞这些。怎么想都会觉得离这件事情很远，很远，就好像那个事情应该在我身上发生啊！出汗了，老师们，出汗了。但是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可以这么去做了，其实会有一种期待，紧张的觉得很幸福的过程。谁能绷得住啊？所以最后小鱼团。其实，不管是第一次的选秀还是第二次选秀，都是在18岁那一年呢，中间间隔没有很短。其实我觉得变化也没有很大。现在已经23了，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一闭眼5年过去了，再一眨眼一闭眼不知道几年过去了。想讲什么？如果要硬讲的话，会倾向没什么可讲，因为我很感谢那个时候他能坚持选择这条道路，然后做下来，才会有今天的我。我今天真的是不是排练就是在录歌，说明那天我也抢票了。希望家里能网给点力，5、4、3、2、1，立刻预定，努力刷新中啊！我失败了，我第一次抢票失败了，我人生中第一次抢票抢的还是自己的，结果失败了。公司的工作人员们跟我同时参与了抢票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抢票的时候已经准备了一段时间了嘛，但真正说这个票出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真的来了，然后开始赶紧回望自己正式跟观众见面还差多少，我接下来还需要做怎么样的努力，会更加明确自己的目标一点，然后也很激动，也很感谢大家都愿意过来看我演出。你才能可能这么说，休息一下。不用吗？不用，来吧。你这样录音效率很高。对，现在才3点半。辛苦了。今天挺意外的，我能敬请期待。会做什么呢？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很符合这次我们巡演的主题，它跟我们整个主体想表达的风格是非常搭配的，而且我们也很需要刚开始的第一首歌就让整个情绪稍微去往上扬一点，整个现场的氛围就是更加活跃起来。今天我们来拍摄巡演需要用到的2个 VCR，我觉得这2个
这些啊，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我今天那天非常冷。在我下去换衣服的这个期间呢，大家不会特别无聊。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发型，现在这个发型也是做的比较贴合我很早期的时候经常做的这种发型。你早期的时候的发型比现在更呆。老师感觉镜子里面都有自己。我知道是那个。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那个是吧？我很喜欢这种比较新颖的开头方式，就是好像是真的在跟大家报道。接下来是我们筹备演唱会的过程，其中的一个环节就是让我们交友就是现场啊，非常尴尬，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就是那一天，我们当时在那个排练室和乐队老师们一起排练，然后工作人员就是说，等一下需要你接一下 VCR 的内容，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走到所有的排练老师们中间，让他们继续排练，然后你拿着麦克风说。好，这边来到了，我当时感觉背后都出汗。当时说话的时候，就是乐队老师们都安静了，在干嘛？然后我就，没事，老师你们先排。真的是会有一种，现在回想起来都会替人尴尬的地。好，第4盘。我是子瑜。哇，好多人呐！很兴奋呐。你一进去，你还不能找角落窝的，你得走到最中间那个椅子上坐下。好，接下来我要 hold 住这个场子，有点难。我作为一个 I 人的话，走到一个，其实很多老师都是第一次见面，在一个比较陌生人多的环境，我不想作为一个主要的焦点。我觉得如果是现在的我现在应该也会是这个反应。我觉得他是一个乐于还有伟伦老师的 part 啊，一个年轻人，就是我们在录音棚里啊，或者是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他对会每一个小细节来分享他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别的歌手那么扎实，当然是我也会写自己的想法，会在更 focus 在自己的唱上，主要就是吉他老师飞起来那一下，飞多高？你能多高？那段时间能感觉到其实压力蛮大的。现在再回看，当时那些准备、所有的筹备、所有的排练都没有一次是白练的。我觉得我好像之前陷入到一个误区，就是总觉得，唱完一首歌之后可以喝个水唠两句，或者是喘一个气儿，就再来下一首歌。但其实好像演唱会不是这个样子。演唱会它是2个小时之内唱2首歌，现在变了，大家说很多很多的话。现在是就是每次唱完歌的时候，趁那个天黑的时候偷摸喝2口水，然后赶紧走到位置。准备下一趴。紧张啊！你不懂那气压啊！那进去，老师们都目光投向我，然后我也很不知所措。就所有人就是感觉已经准备好上阵了，我是那杆枪。走到中间的时候，韦老师说：“来啦，那我准备开始吧。”哇！现在想想都有点激动，非常非常喜欢跟乐队老师们排练，可以在唱的过程当中去寻找你在表演当中的灵感，这个是我觉得很享受的。那段时间回去倒头就睡，工作作息可以说是非常规律，每天就是睁眼有意识之后就已经在车上了。今天马上到没有时间偷袭。Hello， 我们准备第2趴。哎呀，好听吗？哇，这个剑还有腰带啊！废话，没有腰带怎么拆呢？什么呀？哥哥，你说。此生不怕加一段那个间奏，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这首歌它整个咬得太死，后面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能让大家传回去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加一个间奏是可以，且我觉得是合理的。就是那段时间，每次到这个地方进行舞蹈排练的时候，感觉那个地方的空气都是缺氧感。子瑜他是一个很努力也非常认真，就是干嘛呀？你们都采访了一遍是吗？坚持的人，他在表演上面这个是很有灵性的。有点还是多的是，我觉得夸张了，没有他们说那么好。情景演绎，它是一个很完整的。那会儿好瘦啊！告诉大家，故事是这么一个故事。他现在也没有多胖。
不愿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我现在看我会觉得还好啊，当然觉得还好啊，就是因为我学会了，对。好僵硬，好像个腐朽的老木头。看自己拍的东西，拍自己就会有一种羞耻感。现在我看视频的自己有一种羞耻感，可能是只是因为有点不自信。那段时间我连这个跳舞都跳不起来，你想？他好像那个老木头。我觉得需要他帮我拉拉提，把我撑起来，让我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第二个呢是，我很开心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从不熟练到熟练，发现自己已经完全可以就是完整跳下来的时候，是松了一口气，松了口大气，就说哇，好像攻克了一个之前觉得很难的课题。像 Too Deep 刚开始的雨伞可能只是一个 pose， 逐渐熟练之后，就往那个伞里边加了一点我们现场那个小鱼的彩带嘛。设计就是刚开始可能只是这样，然后后面再到后面的楼梯上，最后拿着帽子，很自信的在那个路灯上靠着。虽然说我能想象到，不管是材质，不管是坐到后面，不管是站在那个路灯边上，都闹出过不小的笑话。但是总的而言啦，我觉得它展现的效果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我记得他有句词是那个伸的右手力的时候，可能我设想的是，因为这个词里头说唱到要伸手，所以我要伸手。但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就是，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换的麦克风，我要少伸出去那只手反而握着麦克风了。但是我又不想说非常快速去调换，去破坏整个歌曲的氛围，就硬生生的把这个手伸出去，但是又觉得不太对，算了，换回来吧。其实我还是很喜欢那儿的，很大，说话都有回声。然后我跟你说一下，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舞台就全部都贴好了。然后呢，我现在为什么要把头往前移啊？这个训练场地要大很多，所以很多东西都要放开，基本上就是按照在台上走的位置走。适应了之后，我们直接在搬到台上的时候再适应就会顺利很多。其实我们在歌曲的分配上，很多地方都是很合理的去分配我嗓子的力气。其实我现在心里头为什么要在这个讲这句话的时候配一个这样的画面？很分配很好，我的嗓子力气，然后我的画面是。这个导演跟下起来。那是我们北京第一次大连排，当天北京第一次下雪。我从来没有见过北京这么早就开始下雪。是的。我到底转了多少圈？你们到底要放多少遍？问子瑜刚刚在那边转了多少圈？我头发怎么突然站起来了？啊，我撑不住了。哇！那这个表情好丑啊！我感叹，我说我什么时候一天唱了60多首歌？好，没问题。主要是压力大，压力大。是啊，压力一大，我现在你看这跟我当时我第一次选 Too Deep 那个状态完全不一样吧？就是但是现在不一样，我不会去想这个东西。专门我要去想，我现在此时此刻我想象我说我要在别人的面前唱歌，你不想去回忆那种感受，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很珍贵的。直接就到南京场了是吧？真的，第一次见到那个舞台的时候，那种震撼是没有办法复刻的。紧张啊，只顾着紧张。我感觉到自己很会力量，
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这个真的很难以用言语去形容那一刻的震撼，就是我能看到上万根灯棒，大家都在挥舞的那一个场面，就觉得我的天哪，我就有一种真的很不真实的感觉。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场又一场。我在回忆美好的过去。子瑜你好，非常高兴。哇！对你说的是，我们也非常的爱你，一步一步，未来一定会更好的。希望他能继续坚持这条路，然后让我们一直喜欢他，一直喜欢下去。希望子瑜能够实现他的梦想，在最高的舞台上看到闪闪发光的你，健健康康的多吃点饭。与我们2026未来继续见面，月月幸福，年年都顺利。希望他越来越好，游到他自己想得到的任何他想去的远方。对，我抬头仰望舞台，我能看到大家都在，就好像是被拥抱包围，真的有很多的人为来。没有办法忘出我第一次唱《布局》的时候，我能看到他们的东西，我很感动，很感动。我们真的在用第一次可以听得懂的话、看得懂的眼神去交流我们对彼此的爱。我现在好像都能看到那个彩带从我面前炸开的样子。那份体验好像是我没有办法跟你们用语言形容的。唱歌、跳舞，一起玩游戏，一起呐喊。因为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就是下次见面的时候，去表达同一肯定会比现在那一刻我们好这个视频里展现给大家的效果更好。我很感叹，我觉得这12场下来，我变了真的很多。我会比在做这个之前更自信，很多的事情我会敢想敢做，很多的挫折我不会轻易的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克服的事情。那一天晚上真的幸福的睡不着。其实很多的话，很多的感谢，当自己准备打字打出来的时候，会觉得无论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都有点干涩，所以那天晚上就是尽我所能去写了当下我最直接的感受吧。在听到视频里边有你们的声音的时候，让我一下回想起当时在演唱会的时候唱歌，看到你们眼睛泛着泪花，自己心跳也有漏半拍，所以那时候会控制不住想要哭，不只是因为我做到了，不只是因为我把这个演唱会给大家呈现出来，我把我所有的努力呈现出来，更多的就是我真的很感谢你们可以远道而来，聆听我讲故事也好，唱歌也好，和大家一起玩闹也好，很荣幸在那个时间大家可以选择与我共度那2个小时。虽然说在准备这个演唱会的过程当中有了很多的挫折，有很多的打击，也有很多肯定，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段时间所有的经历
都在把我一步一步的重塑成一个更好的自己。我相信一个更好的自己会让大家更加的耳目一新。相信我们下次再见面的时候，我给大家准备的东西会让大家眼前再一亮。因为这段时间有在健身，然后其实身材上虽然说没有个很明显的，特别说一下变成那样的变化，但是体能上确实会比在第一次南京的时候有个很显著的变化，所以可能会尽可能减少一点，就是黑幕像大家比较断情绪的，就是可能在一首歌情绪还在沉浸当中的时候，屏幕一下黑了，然后也要转第二首歌这样的情况，我们可能就会减少，可能一次性就是3首歌或者4首歌这个样子。舞蹈上面可能会带给大家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性，就是更多不一样的舞台呈现效果。演唱我觉得也会增加一些比较趣味性的东西。虽然说这段时间有系统的学习，我相信可能会比之前唱的更好一些。在好的情况下，我想它增加一点互动感。学习技能呢，就是这段时间一直在打鼓，所以可能会想把架子鼓也融到表演的一部分。现在我可以把完整的脱稿的打下来，我给大家打，然后大家唱这样的方式，我们把这首歌再重新演绎一遍。就是现在基本上每天就是练架子鼓，然后系统的学习声乐乐理，当然了还有在准备新的专辑的内容歌曲。现在整个专辑的筹备也在稳步推进当中，也很期待早一点和大家见面。很感谢大家陪我一起看完了这一次我们第一场巡演的全部的纪录片，那期待下一次我们的见面，一个更不一样的我，好吗？拜拜啦！